一起来看精彩短剧《哀家不想上朝》故事解说。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大朝，成为了刚丧夫的太后。此时先帝刚刚离世，只留下年仅8岁的小皇帝。朝堂之中奸臣当道，局势动荡，一众文武大臣急得焦头烂额，全都将稳定朝局的希望寄托在了新任太后的身上。可无人知晓，这位看似能稳住朝堂的太后，实则是穿越而来的普通人，没有任何权谋手段，只是个空有太后名分的草包。太后身边的侍女看着殿外焦急等候的一众大臣，满心疑惑地询问太后。眼下所有官员都急得手足无措，唯独太后本人始终淡定从容，看不出丝毫慌乱。太后闻言神色淡然，缓缓开口表示，就算自己慌乱也无济于事，根本没有能力扭转当下的朝堂乱象。大殿之内，众位大臣齐齐跪地。老将军情绪激动，直言如今朝堂奸臣当道，自己愿以死进谏，恳切请求太后出面垂帘听政，主持大局。场面一片混乱之际，有人不慎认错了位置，误将殿中柱子当成了伫立一旁的太后，引得现场气氛短暂尴尬，却也衬得群臣慌乱无措。一众朝臣纷纷开口恳请太后出山稳住朝局，有人甚至端来新做好的桂花吃食，想要劝慰太后。朝臣满心无奈地提醒太后，身后文武百官已然跪了满满一排，人人都恳请太后垂帘天下，临朝理政。太后看着跪地请愿的众人，面露无奈地向众人解释，自己只是一介普通女流，手无缚鸡之力，根本没有掌控朝堂的能力。除此之外，朝堂之中手握重权的掌印方景宪气场凌厉，性情严苛，让他心生畏惧，根本不敢与之抗衡，实在没有办法出面主持大局。听闻太后的推脱之词，一旁的太傅并不认同，直言太后这是故作姿态。太傅表示，自己早已听闻太后日常起居十分安逸，每日睡到日晒三竿，从不插手朝堂琐事。御膳房日日精心为其烹制美食，下午悠闲听曲度日，夜晚静心翻看画本，日子过得格外舒坦。太傅笃定地认为，太后看似摆烂度日，实则心中早有应对朝局的对策，不然不可能如此淡定沉稳。另一位大臣也顺势附和，直言太后近来身形圆润，短短5日便增重2斤，正所谓心宽体盘。若是心中没有底气，没有谋划，断然不可能吃得好睡得香，更不会身形丰腴。面对众人的揣测和吹捧，太后内心万般无奈，反复辩解自己当真毫无办法，只是众人全然不信。朝堂局势愈发紧迫，有大臣以死相逼，扬言若是太后再不出面主持大局，自己便当场以死谢罪。看着众人步步紧逼的模样，太后语无伦次地试图解释当下的局势，想要说明事情并非众人想象的那般简单，可始终没能清晰说出核心缘由。可这番含糊其辞的话语却被一众大臣曲解，众人纷纷夸赞太后格局深远，心思缜密，连连感叹自己远不及太后的眼界。无人知晓，太后心中满是苦笑与无奈。她心里清楚，自己刻意摆烂，事事不作为，根本不是胸有成竹，而是自保的手段。如今朝堂大权大多掌握在掌印方景宪手中，若是自己展露半点野心和能力，必然会被方景宪视作威胁，招来杀身之祸。他资质平庸，毫无权谋，根本扛不起稳定朝局的大旗，只能装作草包庸主，打消旁人的忌惮。就在这时，殿外狂风骤起，气氛陡然紧张。侍女双兰连忙关上殿门，紧接着掌印方景宪便现身殿中。方景宪气场冰冷，直言太后如今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众怒，朝堂君臣一心同心协力稳固朝局，绝非太后一人能够抗衡。太后终究会被群臣的大势裹挟。面对气场强势的方景宪，太后瞬间转换心态，故作轻松地岔开话题，笑着表示天色已晚，自己要回去收拾衣物，刻意避开了朝堂权力的争执。随后，太后慢悠悠提起御花园东角的老杏树，说起自己穿越来到这里已有1月，平日里极少踏出宫殿，唯独一时兴起去过一次御花园。太后提及，那棵老杏树上常有野猫夜间出没偷食果子，白天便蛰伏休息。身旁之人顺势询问太后打算如何处置这些野猫，还误以为太后想要抓捕野猫，剥皮惩治。太后闻言连忙制止，语气柔和地表示野猫生性可爱，不该被苛待，它们偷食果子不过是腹中饥饿。随即吩咐下人每日在杏树下摆放小鱼干，投喂觅食的野猫。太后本以为此事就此翻篇，可隔日便有人告知她，8岁的小皇帝从明日起，每日辰时3刻要到文华殿读书，需要太后亲自督促起居。不仅如此，方景宪还特意吩咐，让太后一同前往文华殿听课学习。方景宪直言，如今群臣一心想要合力对抗自己这个所谓的奸臣，太后唯有一同学习理政之道，才能协助群臣制衡局势。
话音落下，方景宪还告知太后，自己已经命人砍掉了御花园的老杏树，杜绝野猫攀爬栖息，避免工人不慎摔伤。听闻此事，太后心中满是无奈与吐槽，只觉得这封建体制格外压抑。她本好不容易过上清闲摆烂的退休生活，不用操劳琐事，如今却要么被迫处理朝堂事务，要么被迫入宫求学，如同现代被迫996劳作一般，毫无清闲可言。侍女连忙低声提醒太后小声言语，切勿被方景宪听到这番抱怨。太后却瞬间底气十足，直言自己身为太后，无需忌惮身为太监的方景宪。可话音刚落，她的身体便不受控制的微微发抖。侍女当即戳破太后的窘迫，询问她既然无所畏惧，为何会浑身手抖？太后强行辩解，称自己只是天气燥热才会如此。太后心中始终疑惑，方景宪身为宫中太监，为何能身居掌印高位，还能成为先帝托孤的顾命大臣？这般身份礼数根本不合规制。侍女告知太后，自己曾听闻宫中老嬷嬷提及，方景宪并非普通太监，身上流淌着皇家血脉，只是具体详情并不清楚，后续会帮太后细细打探。随后侍女提醒太后，明日辰时3刻需要按时上朝，万万不可迟到。同时再次劝说太后，方景宪如今愈发肆无忌惮，蹬鼻子上脸，恳请太后早日垂帘听政，掌控朝堂实权。太后却看得更为通透，心中清楚局势远没有众人想象的简单。她深知外戚徐家野心勃勃，徐家将自己推上太后之位，从来不是真心辅佐，而是想要借助太后的身份掌控皇权，觊觎皇位。她早已暗自做好风险评估，出面垂帘听政不仅费力不讨好，还要直面各方势力的争斗，性价比极低，根本得不偿失。太后内心满是焦虑，明白自己一味摆烂躲藏，终究瞒不住所有人，只终究包不住火，自己空有太后之名，毫无理政能力，迟早会暴露草包本质，届时必然会引来祸端。他还想起侍女双兰曾说过，原主的眼角并没有泪痣，而自己如今身穿在此，身上带着泪痣，这也让他更加疑惑原主的下落，始终想不通自己穿越而来后，原本的太后究竟去往了何处。夜幕降临，宫中下人前来通报，称方景宪吩咐让小皇帝今夜前往长宁宫居住，与太后一同就寝，培养母子情谊。听闻这个安排，太后格外错愕，看着眼前年幼的小皇帝，下意识疑惑地询问对方为何长出了胡须。小皇帝略显窘迫，解释自己的胡须是刚刚粘贴上去的。原来方景宪早已暗中安排了人手，彻夜偷听太后与小皇帝的对话，全程记录二人的一言一行，想要从中捕捉破绽，掌控太后的心思。负责记录的工人自认做事专业，能够精准完成方景宪交代的任务。小皇帝留在长宁宫后，主动提出让太后给自己讲故事。太后连忙以儿大避母为由，劝说小皇帝前往偏殿就寝。可小皇帝格外执着，坚持要听完太后讲的故事才肯休息。太后无奈妥协，询问小皇帝想听什么故事。小皇帝提及齐桓公与管仲的典故，太后直言这个典故蕴含的道理太过深奥，并不适合8岁的孩童聆听。随后他主动表示自己要讲一个比齐桓公与管仲的故事更有深意的典故。小皇帝当即端正姿态，静心等候太后讲述。太后随即为小皇帝讲述了经典的国王的新衣的故事，细致讲述了2个骗子谎称能织出绝世华服，愚弄爱慕虚荣的国王，最终国王赤裸上身游街，被孩童一语戳破真相的完整情节。故事讲完后，年幼的小皇帝颇有感悟，精准领会到故事的深意，直言这个故事是想要告诉自己，做人要遵从本心，眼见为实，切勿盲目跟风，盲从他人。太后格外意外，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皇帝竟能读懂深层寓意，连连夸赞小皇帝聪慧，随后便让小皇帝安心入睡。二人互道晚安。次日清晨，天色微亮，宫人便前来唤醒二人，催促众人洗漱用膳，以免耽误文华殿的课业。太后却不以为意，直言授课的张先生向来性情温和，极少动怒，迟到片刻也无妨。小皇帝却连忙纠正太后，告知他此次宫外请来的教书先生脾气极差，远比掌印方景宪严苛。太后依旧替方景宪辩解，直言方景宪性情并不恶劣。小皇帝满心委屈，连忙告知太后，如今朝堂之中弹劾方景宪的奏折堆积如山，朝中所有大臣都将他视作奸臣。小皇帝不解太后为何始终偏袒方景宪，忍不住质问太后究竟站在谁的立场。面对小皇帝的质问，太后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小皇帝随即表示，先帝临终前曾亲口告知自己，方景宪是忠心耿耿的忠臣，恳请太后能够放过方景宪，不要处处针对制衡他。太后闻言满心无奈，自嘲地向小皇帝坦言，自己本就是一无是处的草包，
根本没有能力针对任何人，反倒该被旁人劝解包容。小皇帝并未反驳太后，只是贴心的让太后帮自己穿袜子，坦言自己能分清鞋子左右，却始终分不清袜子正反，不会自行穿戴。太后看着孩童天真的模样，无奈又心软，耐心照料小皇帝起居。穿戴完毕后，小皇帝轻声向太后吐露心声。他坦言方景宪心思缜密，聪慧过人，能够读懂所有人话语中的隐藏深意。可自己面对满朝文武的暗流涌动，心中始终空荡荡的，毫无安全感。小皇帝真诚地告诉太后，先帝当初册封他为太后，必然有先帝的考量与道理。他还询问太后，方景宪是否教过他，在没有确认他人真心之前，切勿轻易交付自己的真心。随后小皇帝表明心意，自己真心将太后视作至亲，愿意用自己的真心换取太后的真心，希望太后能与自己同心同德，相互扶持。太后闻言淡淡应下，默认了小皇帝的心意。临近上朝，小皇帝邀约太后一同前往大殿，太后却果断拒绝，坦言自己不懂古文，不识古字，一同上朝只会暴露无知，当众露馅，索性留在宫中。他特意叮嘱小皇帝，若是方景宪询问自己的去向，便拿出帝王的威严架势搪塞过去，切勿惹出多余事端。小皇帝离开后，殿外值守的宫人暗自争执起来，互相怀疑是对方泄露了私下的举动，导致众人被方景宪察觉。二人各执一词，相互推诿，都认为是对方出了纰漏，暗自较劲比拼。就在众人争执不休之际，太后的生母突然入宫，让原本紧绷的局势迎来新的变数。太后心中瞬间燃起希望，暗自庆幸自己终于有了靠山，觉得天无绝人之路，瑜伽的到来或许能帮自己摆脱当下的困境。太后生母入宫后，当即平退殿内所有下人，严肃告知太后，接下来的对话仅限二人知晓，若是有第三人偷听泄露半句，便会株连九族。宫人闻言尽数退下，殿内只剩母女二人相对而立。太后满心疑惑询问生母入宫的缘由，生母随即道出来意。她表示太后的伯父已经接连入宫3次，次次劝说太后垂帘听政，可太后始终推脱拒绝，此事让太后的父亲日夜忧心，夜不能寐。生母直言，瑜伽将太后送入宫中成为太后，从来不是让她身居高位享清福，而是要她承担起朝堂重任。生母狠狠斥责太后，先帝离世之后，太后终日无所事事，只知听曲看话本，安逸享乐，全然不顾朝堂危局。若是没有瑜伽父兄在朝堂费心操劳，默默支撑，太后根本无法安稳坐稳太后之位。太后随即向生母吐露自己的顾虑，坦言自己并非不愿理政，而是不敢。宫中流言四起，人人都言瑜伽权势过剩，权倾朝野。自己身为瑜伽之女，当朝太后，一旦插手朝政，若是局势失控，自己必然是第一个被追责牺牲的人。除此之外，掌印方景宪权势滔天，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放在眼里，屡次针对刁难自己，自己根本无力抗衡。生母却丝毫不在意太后的顾虑，强硬告知太后，有瑜伽作为坚实后盾，无人敢轻易动他。他劝说太后，先帝临终托付方景宪辅政，同时也赋予了太后理政的权利。太后唯有主动握住垂帘听政的大权，才能与方景宪相互制衡，既保全自身安稳，也能稳固瑜伽地位。太后依旧想要推脱，以自己近来体虚腰疼，太医叮嘱需要静养为由，拒绝临朝理政，声称自己若是强行操劳，耽误了朝堂大事，影响了瑜伽布局，反而得不偿失。可生母态度格外强硬，直言腰疼尚且可以忍耐，太后只需端坐帘后即可，无需奔波操劳，斥责瑜伽供养太后，不是让她身居高位贪图安逸。最后生母放下狠话，逼迫太后必须出面垂帘听政，若是太后执意推脱，瑜伽便会彻底不认她这个女儿。太后内心倍感寒心，满心无奈与委屈，她只想安稳摆烂，低调自保。可身边所有人都默认她胸有谋略，能掌控全局，无人理解她的懦弱与无助。她终于看清，就连自己的母族瑜伽，也只是将她当作夺权的棋子，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靠山。认清现实的太后不再纠结，当即传唤侍女双兰，下令即刻前往司礼监。抵达司礼监后，二人发现深夜并无宫人值守，侍女连忙安抚太后，告知太后今夜由黑风值守，安全无需担忧。太后深夜到访，很快惊动了方景宪。方景宪出声询问太后深夜前来司礼监的缘由，太后瞬间切换姿态，故作轻松的调侃，称自己半夜腹中饥饿，前来寻一只鸡充饥。随后太后主动细数心中不满，直言自己不过是闲来爬树散心，便被方景宪派人砍掉整棵杏树。如今自己在寝殿随意闲谈，还要被人隔墙偷听记录言行，
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管控，毫无自由可言。积攒满腹委屈的太后当即下令，命人彻底更换长宁宫所有值守人员，将宫中值守太监尽数替换为宫女。方景宪当即出言阻拦，告知太后更换宫中值守人员需要遵循规制，要么经由司礼监审批，要么需要太后手持凤印下令。同时直言太后目前并未执掌凤印，凤印依旧由司礼监保管。太后这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方景宪始终淡定从容、有恃无恐的缘由。自己空有太后虚名，手中无任何实权，所有举动不过是无能狂怒，根本无法真正制衡任何人。认清自身处境后，太后立刻收敛锋芒，主动向转身离去的方景宪示好道歉。她故作说辞，谎称自己先前的强势与刁难是被邪祟附身，身不由己。如今邪祟已被驱散，自己已然恢复清醒，诚心向方景宪致歉。方景宪并未理会太后的推脱之词，反而语气冰冷的开口，道出一段隐秘往事。他精准说出一具尸体的身形尺寸、身上的胎记位置与样貌，以及逝者离世时身着的服饰配饰，言语间尽数指向太后的真实身份与过往经历。方景宪坦言，此前皇太妃屡次给自己招惹麻烦，自己都选择隐忍包容，不予追究，本打算静待余家发难，让余家自行承担所有后果，却没料到太后会主动前来示弱服软。此时此刻，他望着眼前故作坦然的太后，心中满是疑惑，分不清对方究竟是人是鬼。夜色深沉，月光皎洁，星光点点洒落湖面，温柔的月色映照出二人复杂的眉眼。平静的夜色之下，暗藏着朝堂权势博弈的汹涌暗流。太后与方景宪之间的对峙与试探才刚刚拉开序幕。